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露思坦白抑郁真相，杨紫强硬反击造谣，两种选择谁更高明？赵露思那篇长文甫一发布，娱乐圈的空气瞬间变得紧绷。什么是戏失败、被殴打、抑郁症？几乎每个关键词都像一把细刃，扎进公众的神经。这个在镜头前笑得像春天的姑娘，突然撕开了内心的乌云，坦白得让人心惊。一时之间，舆论场上几乎挤满了指指点点，有人说她在卖惨，也有人心疼得要命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杨紫却在一场网络谣言风暴中拉直背脊，以一种锋利的姿态反手甩出律师函，把造谣者逼进了死角。两个同样面对质疑的女明星，选择却大相径庭，这背后的剧本耐人寻味。赵露思的故事从哪说起呢？她的长文里提到了一个细节：2025年，她开始感受到情绪低落，但并没有太在意。试想，一个正要冲刺事业巅峰的小花，怎么会有时间停下来审视自己的内心？直到2025年，情况终于不容忽视，他才开始接受心理治疗。4年，像一场无声的拉锯战，既没有戏剧化的高潮，也没有明显的救赎，只是一点点地侵蚀着他。而那句因为试戏失败而遭受殴打，更是像一颗炸弹，点燃了公众对娱乐圈黑幕的好奇和愤怒。试戏失败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？可到了赵露思这里，却演变成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。试问，这是在选演员，还是在选斗士？这背后反映的是圈内某种近乎病态的竞争逻辑，角色有限，流量过剩，稍有不慎，变成了刀俎上的鱼肉。相比之下，杨紫的应对方式可以说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女性教科书。当谣言将她和某位 CEO 扯到一起，甚至丧心病狂地往她私生活里泼脏水时，杨紫的团队干脆利落地展开了法律行动，没有多余的解释，更没有情绪化的喊冤。你可以想象杨紫看着那些低劣谣言时的表情吗？大概就是翻个白眼，再顺手签个律师函吧。可就是这种冷静的操作，既保护了自己，又给了造谣者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很多人说，杨紫有今天，是因为她够强硬，而赵露思则因为太柔软，所以容易受伤。可事情真的是这么简单吗？你得把两个人的成长背景和职业轨迹摆在一块儿看，才能明白他们的选择背后藏着什么。赵露思出道晚，靠甜美长相和轻松的角色起家，她的粉丝大多是抱着一种小可爱心态在支持她。而杨紫呢？从家有儿女的国民闺女一路走到今天，每一步都带着卷死我也不放弃的硬气。赵露思习惯用柔软打动人心，而杨紫则更像是那种真刀真枪的战士。他们的不同选择，某种程度上是性格的延伸，也跟公众对他们的期待有关。赵露思可以选择脆弱，因为她的形象本身就亲和；杨紫却必须选择硬刚，否则人们可能会觉得你这国民闺女不够有担当。这让我想到娱乐圈另一些类似的案例，比如郑爽选择了用情绪对抗整个世界，结果是她彻底从这个圈子里消失了。再比如刘亦菲用作品说话，用花木兰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每个人的应对都藏着自己的逻辑和局限，所谓的成功或者失败，更多时候并不是因为选择本身，而是因为这些选择是否符合他们当时的处境和公众对他们的期待。可说到底，娱乐圈的这些故事其实和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我们在看赵露思和杨紫的时候，或许也该想想自己。比如，在面对质疑的时候，你是愿意像赵露思那样把伤口敞开，让阳光进来，
还是更想学杨子，用法律和规则武装自己，筑起一道高墙？这些选择没有对错，只有适合与否。赵露思的坦诚值得敬佩，但也注定要付出代价。公开自己的心理状态，意味着要直面公众无数种解读。有人会心疼你，但也一定有人会怀疑你。而杨子的硬气，则是一种掌控局面的姿态。可他能做到这点，也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资和底气。试想，如果两人换个位置呢？赵露思的坦诚是否会被解读为装可怜？杨子的强硬是否会被认为冷血无情？这些问题或许并没有答案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：娱乐圈的规则永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，而公众的期待也远比明星们愿意承受的要多得多。所以，不妨放下手里的放大镜，别总想着挑别人家的刺。明星也是普通人，他们的生活已经被聚光灯照得够久了，何不留一点温柔，给他们喘息的空间？说到这，还是要祝福赵露思早日走出抑郁的阴影，也希望杨子的维权之路顺利。娱乐圈的故事虽然精彩，但愿它少一点撕裂，多一点温情。毕竟，我们爱看的是人，而不是人设。